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终于要公布新的偃月镇到底它的专属铭文跟专精铭文有什么提升了。然后今天也是会顺便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更新。那么首先活动这边呢就会快速的带过跟大家讲一下啦。那这一次的活动就是哈利波特的转盘，那各位可以看到你们可以拿到3个大奖，其中就有包括紫色的饰品图纸、宝石还有加速，当然也是会有保底啊，然后保底里面呢会有一些城市内的一些装饰品，并且连续5天完成任务的时候呢也是可以额外拿到这个祈愿币还有其他的奖励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有出现过的活动啊，我们需要用铲子去清掉地图上面的一些草地，然后寻找宝藏的位置。那这个活动在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有出现到一些 bug 啦，不懂官方他们修复好了没有。但是对我而言，这个小活动其实它的难度会比起我们搜索地图那个还要稍微难一点。还有洛哈的试炼也是回来了。下一个就是新的活动，要寻找丢失的符文。那这边可以看到它是有给一个线索跟你说，你可以在哪里获得这些符文。像它这边就有说到，或许我们可以在乐意附近那边找到它的踪迹。然后根据这边的情况来看呢，它这边给的线索应该是1天会有6个，但是官方在介绍的时候并没有点开它的规则来查看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会有什么奖励，并且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最后一个就是关于七夕的活动啦，就是你们可以投票去选择你最喜欢的战士、最出名的星星。那因为他们这个是测试服所以就没有看到有玩家的名字在上面。那重点是这一次奖励居然给了这么丰富，因为它有设计出一个新的金色传说皮肤。那这个金色传说皮肤呢，也是少数的资源产量提升25%。如果这个是对于那些没有在 KVK 的玩家来讲呢，你这个资源产量这么多，你可以比较快速的去收集到更加多的资源。然后下一个应该是它的城市特效来的，就是你用了之后旁边会有一些爱心围绕之类的，还有宝石，还有6颗金头，装备材料箱，还有加速。就算你拿到第2名也是有这个城市主题那不确定下面的排名有没有啦，它只是给我们看这2个排名而已。下一个就是王国竞徽活动，在之前的公告中有跟大家介绍过，它会匹配2个比较靠近的王国。那你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有4129跟4130互相竞争，2个王国就要在备战阶段进行积分比拼，玩家完成的备战任务就可以获得积分，每天积分更高的王国就可以获得1分。当备战结束之后，总得分比较高的王国可以迁乘到对方的王国，就比方说像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4130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嘛，当然这个只是积分不是总比分总比分我们要看这里。那假设说这边是1分好了，这样他就可以跑到他的王国里面去竞争。那输掉的王国呢，他们就要负责防守，赢的王国他们就要负责进攻。至于他每天要做的任务有包括哪一些呢？你们可以查看这里的画面，像是提升建筑战力1万，提升1万的科技，提升1万的部队，还有采集5次资源。但是可以看到它有分成第1到第5天，所以应该每一天的任务都不太一样。然后下面还可以看到有一些保底所以相信之后应该会有一些保底奖励之类的会出现，但是官方依旧也是没有点开来介绍啦，所以我不清楚这边保底有什么东西，可能之后还要再详细做一个影片说明。那这边有给我们看到第1天的任务呢，就有包括要用多少的加速，并且是用在哪个地方。像它这个1000的分钟加速呢，要用在建筑，这个要用在科技，这个要用在训练部队，这个要帮助联盟20次。第2天是消耗玩家的宝石，这里有包括1000宝石，要购买1000的宝石，要花10个金钥匙，并且要消耗5000的知识之书。那当你们这个活动前置结束之后呢，就是这样子你们要去进攻这个类似像要塞的建筑物。这一关于新统帅的部分呢，在之前就有做过影片介绍啦。那因为这个统帅是采集统帅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去介绍你在 KVK 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拿到这位统帅了，所以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去拿这个统帅来用了。
下一个部分就是关于新的 KVK， 那我看到有一些玩家他们去问了客服说这个 KVK 不是年度剧本，它只是普通的一个 KVK 而已。那你们可以看到在之后我们做驻地任务的时候，只要统帅的好感度到达了指定等级之后，你们就可以任意选择3个技能里面的其中一个。但是现在官方所显示的画面呢，暂时来看就只有第1跟第2代的统帅而已，不确定之后会不会有增加更加多的统帅啦。那除了驻地技能之外呢，还有就是新的剧本里面它会有分成3个温泉，1个大的2个小的，并且是可以派遣3个部队进去。同时间也会更新在征服赛季英雄战歌里面的就有这个联盟雷场，军团长可以把联盟分配到这个联盟雷场里面去进行对决，它有固定的签城地点，你们必须要签城在那个位置之后才可以派遣你的部队进行建造、驻军还有集结攻击。但是这边规则看下来呢，就是跟我们之前看公告是类似差不多的，只不过最下面那边它有说到会有4个小时的建设期，然后就是8小时的保护期，保护期内建筑物无法被攻击，之后它再进入争夺期才可以再去争夺，就有点类似像我们那些圣地之类的。但是详细的玩法画面呢，官方这里就没有分享出来了，所以我也不确定它实际操作起来是怎么样的，我们还是需要等到后续更新才可以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接下来到大家比较关注的偃月阵 2.0 从原本的 10% 变成 12%， 这个变成 12% 这个过程呢是不需要更换的，它会直接把原本 10% 的提升变成 12%， 你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原本旧的这些军器换成去新的而已。那如果你是没有专属铭文或者是专精铭文的玩家，其实可以不用换，你只有普通铭文跟没有铭文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去更换。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专属铭文跟专精铭文的部分。首先是旗帜，旗帜就是你们在军器界面里面统帅的右下角那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军器商店那边买到它的专属铭文，有 2% 的伤害抗性，还有 3% 的连击伤害抗性。每当部队受到普通攻击伤害时，有 50% 的概率减少 10% 的伤害，并且在3秒内造成额外的 20% 重击伤害，冷却时间5秒。那我们比较起旧版的，旧版呢它是连击伤害抗性，所以比较起来其实新版的会稍微好一点啦，因为它是针对全部的伤害嘛。但是下面的那个受到的伤害降低 10%， 从原本的没有概率变成有概率了，因为它这个新版呢是有 50% 的概率，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50% 的概率之后会有 20% 的重击伤害提升，然而旧的就没有重击伤害提升，所以这边算不算是加强呢？毕竟它的新版多了概率嘛，比较多的玩家会觉得说好像是削弱了，但是你们要看清楚，它这里是要造成重击伤害之后才会有这个效果。然而这个新版的其实它只是需要基础攻击的时候就有机会了，那连击伤害、重击伤害都会造成基础攻击的一些争议或者是效果嘛，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它这个触发的条件是比起之前还要简单的更多，所以运气好的话，其实很容易去触发到它后面的这些争议、伤害减免，还有它的重击伤害提升。所以对我而言，它这个是加强了，并不是削弱。至于专精铭文，它是完全没有显示，就直接跳过来到了书籍这边，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啦专精铭文。不过以之前的记录看来，专精铭文大概率应该只是比起专属铭文还要稍微弱一点点。下一个是书籍的部分， 7% 的重击伤害增幅，造成重击伤害时，如果被击中的部队剩余的兵力超过 50%， 装备这个军器的部队将会对其造成3秒的额外 20% 重击伤害。如果对方的兵力低于 50% 的话，装备这个军器的部队将会获得 30% 的额外重击伤害加成。该效果听清楚啊，每秒最多可以触发5次，冷却时间3秒。它这个专属铭文这样子设计呢，可能是有考虑到有一些重击伤害的统帅或许会刚好卡在同一个回合里面释放多几次重击伤害，所以可能会撞在一起。但当它撞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只是计算一次重击伤害有这样子的重击伤害提升的话，好像就不太合理，或者是感觉不是很强，所以它就这里有限制了，每1秒最多触发5次，然后持续时间3秒，冷却时间也是3秒。那我们相比一下之前的版本，部队获得 5% 的重击伤害增幅，所以可
可以看到新版的是有一个2%的额外提升了，造成重击伤害时使命中部队受到重击伤害提升20%，持续3秒。但是他这个没有说他要求对方的兵力是多余还是少余，他都是直接20%而已。该效果可以在1秒内多次触发，最多触发5次，这个也是一样的。触发后冷却时间5秒，所以可以看到旧版的冷却时间是比较久一点的，新版的只有冷却3秒而已。所以如果是比较起新版跟旧版，新版肯定是有提升啊，如果可以的话就把它换去新版了，伤害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冷却时间比较短。那我以为官方还有分享其他的部位专属铭文的时候呢，结果是完全没有。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章节已经过了，我没有想到官方居然这么高，他都放这个消息出来了，他居然不把全部放出来，他只是分享在军器商店里面可以买到的专属铭文，还有在失落之地里面可以买到的专属铭文的那个军器而已，其他2个部位包括有乐器跟徽章他是没有分享的，所以我这边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下一个部分就有包括集团军因为之前我们加入集团军是比较麻烦一点的，你要点很多按钮。那现在你只要点来集团军这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快速的加入。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你们就可以查看到这个队伍里面它是勾选什么兵种，然后你可以放什么部队进去。像之前不能勾选的兵种，现在也是能够勾选的，就确保你操作的时候不会有一些部队太快或者是太慢的问题发生。同时间官方也是增加了关于集团军的一些任务，最后就是有包括埃及之战，谁打了这个 mini boss 之后呢，就会出现在画面上面，至少我们可以看到是谁打下。因为我在之前直播联赛的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谁打了。同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什么争议，因为有不少的玩家一直在询问我，打了这个之后有什么好处跟坏处。那你们可以看到，在第一次打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在240秒里面提升15%的分数。那第二次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是它这边又额外了300秒的20%行军速度提升。那第3次其实比较少人会去打啦，不过打到了之后，除了有上面的提升之外，还有包括这些技能点冷却时间减少，同时间也会拿到2点的技能点。但是打到第3阶段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后期了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同时间打掉之后呢，你们也可以看到这边记录呢也是会显示说是哪一个阵营打下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错的更新来的。以上就是从官方影片那边所透露出来的一些消息，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当然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